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孙中山被清廷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在伦敦街头拜访完老友的孙中山，遇到一位操着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人，两人相谈甚欢。走着走着，后边跟上来两个中国人，胳膊往他腋下一插，直接把人提溜起来就走。旁边房子大门一开，把人往里一扔，咣当一声上了锁。一位发须洁白的老者走上前，颇为高傲地说：“这里是中国，你贼孙文，你被捕了。”这时，孙中山才意识到自己自愿进到了什么地方——大清驻英国公使馆。这是什么地方？他被关在3楼的小房间，等待着清政府把他装进箱子，用船运回国处决。后经多方营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和照会，孙中山才被清政府不情不愿地释放，并最终用英文写出了《伦敦蒙难记》一书，给了洋人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130年后的今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还是那栋位于波特兰大街的3层小楼。但在1月20日，英国政府历经10年波折，终于正式批准了中国驻英使馆的新馆舍计划。这栋孙中山曾蒙难的旧馆舍，预计在未来几年就将同英区留子们说再见了。首先，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要搬新馆址啊？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进去参观过大使馆，这种1785年建成的建筑物，对于清朝公使而言或许还可以忍受，但要满足21世纪的外交需要，就有点为难每天要和不远处的 BBC 主播们唇枪舌战的大使了。虽然在80年代重建，但外立面基本保持了原样，层高太矮，灯光太暗，房间又太小，用来居住倒是不错，用来开会就像是农村活动室了。别说接见外宾没有面子，光是给那些全世界溜达丢了护照的中国留学生补发护照，就能把大使馆的门给挤变形了。因此，早在2018年，中国政府就花了2.55亿英镑买下了英国皇家造币厂旧址，计划将其部分重建后作为中国驻英使馆的新馆址。这个伦敦市中心2万平方米的新馆址是旧馆址的10倍大小，建成后将是欧洲最大的大使馆，把散落在伦敦各处的大使馆职能部门来一个大一统。既然是旧址，那么皇家造币厂搬到哪里去了呢？在威尔士的一个不知名小山沟里，距离英国公务员指定流放地斯旺西车管所开车1小时左右，难兄难弟了，属于是。You'll probably spend the rest of your career in the Vehicle Licensing Centre in Swansea. 斯旺西的那个车管所，你办一张英国的临时驾照就能当纪念品了。全英国的车牌和驾照都是从那里发的，因此不是斯旺西的车管所，而是位于斯旺西的车管所。我去参观过那边的皇家造币厂博物馆，完全不值那个门票钱，但是门口的纪念币推荐购买。言归正传，皇家造币厂搬走了，但它腾出来这块地却非常瞩目。位于泰晤士河畔，出门是地铁站，对面是伦敦塔和伦敦塔桥，走路5分钟到伦敦金融城。但就是这样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却从2018年僵持到了现在。原因我们也很熟悉 ，National Security 国家安全。首先是这个选址直接把 BT 英国电信的一个核心机房3面包夹了，临近金融城，导致周围有数据交换中心和核心通讯线缆，靠近知名旅游景点和可以预见的门口的纷纷扰扰，在安保上肯定也是个难题。但熟悉官僚主义国家的各位都知道，英国政府拿出的 National Security 理由只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大使馆的发展历史中寻找答案。Australia, America, Australia, that's enough. America, Australia, America. 大使馆顾名思义是用来给外国大使居住的地方啊，别说大使馆了，最开始连大使自己都是任务性的、非固定的。例如苏武牧羊就是出事的时候被游牧民族把人扣下来，促进民族团结和滨江农牧业发展了啊！这你能说这时候的大汉驻兴隆大使馆是个羊圈？是伴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才延伸出了现在的经济、教育、签证这些功能的。大使馆就从单纯的个人居住空间变成了现在的公共办公空间。从国际法和外交惯例来讲，双方大使馆的面积和人员规模都是相近的。大使馆内虽然仍然是驻在国领土，但是享有外交特权，不可侵犯。例如美国驻外的大使馆往往就有美国的士兵把守，尤其是中东那些大使馆搞得就和军事基地一样，里3层外3层的。美国驻英国的大使馆我也去过，那个外墙让人密集恐惧症快犯了。但是门口排队的人仍然可以绕着大使馆来一圈，而大使馆的规模和地段往往也能反映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密程度。例如东俄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馆用地就是东柏林的黄金地段，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苏联大使馆气势恢宏，被俄罗斯继承至今。朝鲜驻德国大使馆的馆舍甚至富裕到可以当青年旅馆出租给背包客专卖会，直到被德国政府警告了才到手上。当然，大使馆或者类似的外交场所都会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例如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前的自由搏击大赛，总领事敢于斗争，亲自下场，重拳出击也是继承了大清的优良传统。在孙中山被绑架后，最初在街上和他搭话的工作人员邓先生就威胁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抓住你，死的活的都可以，把你带到这儿是履行我的职务，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你是孙文，都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朝廷已经研究决定了。孙中山也应该庆幸，他面对的是1896年的清廷外交官。此时的驻英公使是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泽，也算是比较讲体面的。
有些国家对于批评自己皇室的记者，直接拆解成高大碎片，一个人兵分多路回国了，让你活着走出大门，那是干活的人不够专业。总而言之，英国之前找到理由实在是有点敷衍。就英国那个莫斯科比伦敦更早知道情报的保密能力，能有什么国家安全会被一个大使馆威胁呢？这背后实际上是中英关系在香港问题后的渐行渐远。一个更大的大使馆不可能建立在更大的隔阂上，选择无业联盟还是正义联盟，对于英国白厅外交部那些哈弗兰们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批准这个新管制计划也只是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谎话献礼罢了。但你说我怎么看这个新管制呢？造币厂是印钱的，大使馆是花钱的，花的还是中国纳税人的钱，却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毫无用处。这种面子工程不但要在中国修，还要修到欧美去，这又不是国内的什么政务服务中心。就外交系统这种关系户内部繁殖的，你想让他们为你服务？就像电影《战狼2》片尾显示中国护照上那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也是14亿分之一，我怎么没感到被服务呢？我觉得你不如在门口举个牌子，和孙中山那样，等他们请你进去享受中式按摩比较快。尽管战狼外交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我认为这是 unacceptable， 可以接受的。这是零谈，我们下期再见。